哎呀，非常6+7呀，什么造型？点赞一下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主公小米，来看一下这个晾衣架。这个业主半个多月前都联系我了，说这个晾衣架钢丝断了，今天过来给他换钢丝。钢丝就能下来，就是在这儿。就是这个螺丝上的太紧了，这个钢丝压坏了，压断了。电机啥的应该是没问题。听这个开关，听这个声音，这个开关感觉是没啥问题。我们现在啊要把这个气降下来。现在你放开它降不了，你得拉着这个钢丝，拿遥控器一放，它还下来。下来以后把这个罩子拆了，重新缠绕。停。安装的时候这个螺丝锁的太紧了，把这个钢丝给切断。它这个东西其实设计也不合理，刚好那个螺丝卡在这里。这个虽然没断了，但是你看，钢丝已经断了一股了，估计不久的将来这人也是个报废。维修的话，这些杆子全部都要拆掉。维修的活儿比装一个电动晾衣架还要费事儿。所以遇到这些维修的活儿，老是一拖再拖。马上要过年了，客户这边洗的东西越来越多，这个晾衣架不给力，着了急了，天天给我打电话。拆掉主机的外罩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电动晾衣架是不是让大家有点失望呀？这里面感觉没什么东西。这种拉断的时候，有时候就是这些开关坏了，尤其是像这些开关。一定要试一下，听这个声音，像这都没问题。有时候如果是开关坏的话，你换了新钢丝，它在上升的过程中还要拉断，就是因为它卸不了位了。开关全部都检查了，没有问题，直接拆电机，拆下来电机我们换钢丝。这是业主自己买的新钢丝2条，粗细差不多一样。看这个这长度不一样。靠近电机那边呢是一根短的，靠近这边是一根长的，它2个长度是不一样的。里面全是黄油，弄一手。拆的时候我在这里标记一下位置，这样我们在装回去的时候，两边的钢丝是不是可能会留到一样长呢？不过这个也不一定，试试吧。哎呀我去，这油太多了，把旧钢丝的油先擦一擦，这要不然弄得满家都是。把这个旧钢丝从这里给它拔出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啥机会下来了？把这个短的扫件从这里穿过去，把它卡在这个槽里边就行了，卡进去，这就行了。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方向缠绕，其实缠不缠都行。一会儿我们上去了，用电机把它收紧也可以。如果缠绕的话，这个钢丝在放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拉紧，要不然它就炸开了。换钢丝最让我讨厌的就是这里面的黄油了，太多了，弄得满手都是油。这钢丝就是怎么拆的就怎么装了。回来，好，按进去。这个时候手不要松，一松钢丝就炸了。好，现在钢丝换好了，把这个盖子给它扣上。注意这个盖子是有方向的，不要搞反了。
现在就能上电机了。我再擦擦手，全是油。4个螺丝固定电机，上面还有4个减震的垫片，这是电源线，给它直接插上。钢丝呢，我们顺着那个槽给它穿进去。还是继续油子。哦。不好穿就把这个钢丝打个弯，打个弯的话就好穿一点。现在钢丝已经穿到位，现在测试一下运行效果。上，哦，停，再下。好，可以了。这个罩子里面呢，这是消毒灯的，这个也是消毒灯的，这个就是这个前面板灯，就这3条线。安装好主机的面板，然后把剪刀架全部都装上。先搭个架。剪刀架在下行的时候会触发停止开关，到了那个位置，钢丝一定要长于这个位置，这样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去锁这个钢丝锁扣。一个上面给它夹2个吧，直接就拿这个前刃给它夹了，一个上面夹2下。好，这回我们这个螺丝就不往紧拧了，稍微带一点点力就行了。最终承重的话就靠这2个东西，就这样拖着就行。现在两边的钢丝长度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用尺子量一下，把两边的剪刀架高度控制成一样的高度，这样升上去的时候就是平行的。刚才那边应该多拉一点，这边不太长。钢丝已经连接好，再次测试运行情况。运行很完美，现在我们把多余的钢丝解掉。好嘞。装上1杆后再次测试，然后看一下灯光和那个消毒灯，功能一切正常，这个活儿就完成了。这就是电动晾衣架换钢丝的全过程。各位看官老爷们，觉得有用，记得点赞收藏。临走前看一下客户家这个水晶灯，这个灯5年了，当年也是我安装的，现在洗的倍儿亮。